好吧，蓝湛，我错了，我承认我是想喝酒了。这位蓝二公子行个方便呗，你不说我不说，不会有人知道的，你最好了。江城他们还在等我呢，你总不想我失信于人吧？他最终还是在蓝忘机的眼神下投降，央求地说道。虽然蓝忘机的表情看起来没有变化，但他分明能感受到那人在听到江城二字后忽然沉下来的眼神，连眼眸都微微垂下，倒是颇显得有些委屈。可蓝忘机最终还是没有拦他，也没有拉他去受罚，只是淡淡的听完解释，而后一言不发的转身走了。留在原地安然无恙的魏无羡却觉得他生气了，可是又没有证据，毕竟蓝忘机的神色一直都是冰冷的。成功拿进2坛天子笑去江城屋子里时，他并没有很开心，总觉得蓝忘机转身离开时候的眼神有些落寞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心中隐约觉得自己似乎不应该让蓝忘机自己黯然走掉，而现在那个眼神像针一样扎在魏无羡心里，扰乱着他的心绪。因为兴致缺缺，这场酒会便也草草散场，拿回来的2坛天子笑也只喝了1坛，另1坛被魏无羡拿回房中，约定下次再喝。而现在魏无羡正坐在椅子上和那坛天子笑大眼瞪小眼，他戳了戳天子笑的坛身，若有所思道：蓝湛很久没有对我生过气了，但是为什么呀？难道是因为我私带酒回云深不知处？可是蓝湛并没有罚我呀，还是因为我喝酒不带着他？他思索半晌，最后道：不管因为什么，我一定要去跟蓝湛道歉。如果是因为前者，那我就把剩下的这坛酒给蓝湛，让他罚我吧。如果是后者，那我就和他把酒言欢，以后喝酒都带着他。魏无羡说走就走，拎上天子笑就出了门，左拐右拐摸到了净室。可到了门口他又怯了，说来也好笑，魏无羡已经很多年没有过这种胆怯的心理了，现在分明不是什么大事，却没来由的有些紧张，暗骂自己一生没出息，不再犹豫，抬手敲了敲门，没有人应。魏无羡这才发现原来净室里已经熄了灯，想来亥时已过，蓝忘机应是已睡。轻叹了一口气，魏无羡心道那就明天再来给蓝湛赔礼道歉吧。就在他转身刚要离开，净室的门忽然打开了，蓝忘机只穿了一身中衣站在门里，灯不知何时也开着了。应得门前那人的表情隐隐绰绰，阴晴不定。蓝忘机似乎也有些惊讶，但还没等魏无羡开口，那人就开了口：夜里冷，进屋说。边说边侧开身子让魏无羡进屋，而后才把门关上。等那人坐在椅子上，蓝忘机才道：何事？魏无羡挠了挠头，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蓝湛，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。蓝忘机闻言似乎有些惊讶，问道：为何？对不起啊，蓝湛，我明知道你们家规不许私带酒，却还是带了，让你失望了。魏无羡低下头，颇为真诚地道了歉，继而又抬起头，伸出3指指向天，道：蓝湛，我以后再也不带酒回来了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并未，如果你觉得不解气，明天可以。蓝湛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魏无羡自顾自地道着歉，忽然又注意到好像那人插了句话，但他却没有听清。我并未生气，你可不必受罚。蓝忘机说道。啊，你不是因为这个生的气？那你难道是气我喝酒不带你？你早说嘛，下次我一定带着你一起。啊，不对，我把酒拿来了，不然我们一起喝吧。魏无羡掏出来那坛被藏在身后的天子笑，举到蓝忘机面前。天子笑，分你一半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面前人笑得眉眼弯弯。蓝忘机一晃神，面前的魏无羡好像和那个初见时拎着天子笑酒坛说要分他1坛的魏无羡重合了。不，一直都是他。心砰砰地跳得飞快，胸腔里的情感好像压不住的往外涌，把13年的彷徨悲伤悔恨都冲开，只剩对眼前人深深的思慕。想伸出手抱住他，想对他说自己有多思念他，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，想替他遮风挡雨，做他的依靠，想替他挡住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，想把他打上蓝忘机的标签，让谁也碰不到他，伤害不了他，想说心悦他。就在他几乎控制不住情难自已的时候，忽然他被当头一棒敲醒，又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。他想起了，是魏无羡当年在夷陵山洞里对这份感情做出的回应。是滚。
这个字如同当头棒喝一般打在了蓝忘机的心上。是了，魏婴当初让他滚，这个感情是不对的。魏婴只当他是知己，或许知己都算不上，只是一个冷漠死板的旁人。那人喜欢的也是美貌女子，而自己只是一个冷冰冰硬邦邦的男人。蓝忘机不着痕迹地深吸了一口气，强忍住伸出手拥抱的冲动，看着魏无羡的眼睛，郑重地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我并未生气，你可做你想做的，随你。”魏无羡半天等不到回答，正纳闷是不是自己会错了意，抬眸却看到蓝忘机的眼神里闪过了许多情绪，可他还没来得及抓住，就听蓝忘机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